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欢迎来宾，清华大学讲座教授张妍婷张将军。思敏好，大家好。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特别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的 F-35，难道真的被伊朗给击落了吗？今天会来做关心哦。美军啊，这个它可是它的王牌神话，难道真的被打破了吗？另外，来自于伊朗革命卫队的说法，他们说他们命中了美军的第5舰队，还狂轰了以色列。这当中，我们也会来关心刚刚说的 F-35为什么可以顺利的如伊朗说的被打下来，是真的吗？难道这当中有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在雷达上面提供这个防守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先来看到这个是最新的进度哦，一架 F-35隐形战机被伊朗的炮火击中。这一件事情是开战以来第一次 F-35被击中。当然了 ，F-35的造价非常的贵，高达了1亿美元。为什么这一次会被锁定击中呢？难道是隐形技术真的当中出问题了吗？还是伊朗的防空系统，或者是中国的雷达真的能够锁定抓住 F-35呢？将军怎么看？我认为现在可以看出来，因为打久了之后啊，会有任务的惯性就出来了。那任务的惯性被伊朗所掌握。因为这个以色列也好，美国的空中轰炸走廊，你这个是空中走廊一直在进出，伊朗采取哪个航线？是取到于伊拉克，还是先取到叙利亚，再取到伊拉克，再进入伊朗？你这个空中轰炸走廊被掌握了，一定是从那个地方进入，然后从哪个地方脱离？为什么要这个样呢？因为以色列跟美国的远距遥攻武器跟精准制导武器用差不多了，那你就要飞进去炸。因为你远距的用光了，那你就要进去炸，叫凌空轰炸，就到它那个空的，那你就不容易被发现了。因为现在伊朗全部的空域是禁航区，那禁航区你进来的那就是这个轰炸机或者战斗机啊，很容易。然后但是这个 F-35是逆中，为什么会被锁定？因为现在啊有地面的红外线侦测系统，你这个飞机可以逆中，但是你热没办法逆中啊，你要放热啊。而且一般来讲，它进入的时候啊，会有2个状况。第一个，大速度热特别，那你要发动机推力很大。第二个，它都有载弹，又有载弹又大速度，你的发动机几乎都是火力最强，那很容易红外热就抓到了。没有民航机，那这个热会跑，那这个就是任务的战轰机，所以是变成这个状况，要进入，然后又有IRST，因为这红外线侦测性的 IRST 就抓到了，热在跑。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任务机，那要对它实施锁定，使它实施攻击。第二个呢，那现在呢这些任务的惯性，空中轰炸走廊，还有空中加油走廊，慢慢经过大数据跟这个资料库之后，都被伊朗掌握了。那不是光伊朗，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情报交换？伊朗绝对有情报交换机制，跟哪些国家我不知道，但是会跟很多国家交换机制。那提供给他，一提供给他的时候。知道了，有飞机出来了，人造卫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人造卫星可以掌握出来，飞机起飞的那个机场，起飞的几架 F-35，起飞的几架 F-16，或者起飞的几架的这个 F-15都有可能。那这样一掌握着，马上通报。这是起飞的，你在那个军用机上一看起飞的，这么外形一看得好清楚，挂弹了，一共起来了总共4架，另外又起来4架是掩护的，上面挂的是空 U 的外形，另外4架是对地的外形，你看那飞弹就知道了嘛，你就挂在外面嘛，就被掌握。这一通报之后，伊朗就收到了。所以因为你起飞人家一定看得到，那外形人家看得到，就知道这时候起飞一算，大概经过1个多小时就要到达伊朗上空了。那这个先等到就对了。它可以拦截。现在啊，把这一架的 F-35啊。已经把它击伤了，换句话说，真正的没有把它发动机打掉，是因为它是单发动机，如果打掉的话，飞机就根本没办法回来了。那下一次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击落或击毁？这种可能性慢慢变高了。所以我们知道，这卫星侦测系统还有最后一个破解的，我认为是敌我识别器，就是敌我识别器是 SIF 被掌握了。SIF 开这个码出来的时候呢，美国收到，这是它的友机，但是同样的，伊朗也收到，它就列为敌机。所以敌我识别码也被伊朗掌握了，红外线被掌握，敌我识别码被掌握，轰炸的惯性的空中轰炸走廊被掌握，所以
以色列也好，美国也好，将来轰炸伊朗的任务的风险会越来越高。好，我们看到现在主控权似乎已经在伊朗手中了，掌握到了各种的资讯跟情报哦，导致现在 F-35这一次出了一个大意外哦，被视为是美国一个很重大的挫败。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在这个时候继续的火力全开，持续加码。20日凌晨的时候，他们又在启动新一轮攻击，第64波真实承诺4的攻击哦。这一次出动的是包括了无人机跟飞弹直轰以色列的北部跟它的中部地区跟美军的基地。伊朗的说法，当然了，美军目前还没有证实。他说他有连美国的第5舰队都把他命中了。包括从它的反无人机的系统、燃料槽到补给中心、士兵集结区，伊朗革命卫队说都已经被他扫一轮了。这一次的攻击，我们也来看到画面上 CG 有非常多来自于伊朗的各种的飞弹，包括了霍拉姆、沙赫尔啊、城堡破坏者等等，还说有这个高超音速导弹。不过我们特别来关心到的是，他出动了这个他的新一代的无人机，这个是自杀无人机，包括了见证者1，而且这个是最新的改良型。被说就是这一次的关键杀器。那有什么不一样呢？跟过去这当中，专家说这一款巡弋的弹药是经过大改版的，包括它有改过它的电动马达等等。那主要的功能就是可以降噪，而且可以降热，变得更难以被发现。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伊朗用它的新款的这个自杀隐形无人机扫射，他说的第5舰队，美军防空体系还能有效的做拦截吗？将军又怎么看？美军的第5舰队位置在巴林哈，其实，在波斯湾的中间，当初美军会选在这个地方，波斯湾中间当做他第5舰队指挥部的位置，他就想说，我站在这个地方，大概整个产油国家、整个波湾都在他掌控范围之内。但是没想到这次的战争反而凸显出来哈，它变成在这个伊朗的这种射程的范围之内哈，因为巴林距离这个伊朗距离大概200多公里啊，隔个一个波斯湾。那大概伊朗现在包括它的无人机哈，这个更不要说是导弹了，甚至于连无人机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那现在我们很明显的，我认为说，从去年的伊朗跟以色列的12日战争里面，然后结束之后这段时间，其实伊朗累积了很多这个导弹的作战的一个经验。然后这段时间，伊朗革命卫队也不断的在研发它的新款的战术跟战法。我大概认为伊朗这段时间它有几个跟去年比较起来有几点精进的地方。第一个它的这种找到破解的方式，其实这个导弹攻击当然你可以用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系统来做拦截，但是所有拦截方式有可能这个有时差或者位置设计上面，伊朗可能找到这种破解的方法譬如说去年这个2003年那次波湾战争，这个飞毛腿飞弹就击中这个美军的一个营区那代表说是后来他们发现说是因为这个拦截导弹计算的时间错误，其实这有很多的科技元素在里面。那伊朗是不是从中找到破解方法？第二个，我认为伊朗在这段时间他了解到他用饱和攻击，我们不管是看它导弹的数量或者是无人机的数量，它采取的是饱和攻击的方式第三个，我认为这是很明显的，我们看到伊朗有很多新款的导弹出来包括到我们刚刚讲霍拉姆沙赫尔这款的导弹它用这个极速弹的方式，还有尼斯导弹它不管速度，这个终端速度可以到14马赫甚至于说号称是跳舞的这种导弹，也就是它利用横向的喷嘴可以做这个左右的偏移那你形成它更大的拦截。但是对于无人机的部分我认为美军很明显的是轻敌了这几次美军出现的错误，我认为是轻敌所造成的。第一个，我们看到第一波阵亡的美军官兵6个人，他们是被无人机打中他们这个基地里面阵亡的。那整个过程之中，为什么你美军在这么重要一个基地都已经开战了，那你居然没有这个派出对空监视哨？其实要打这种无人机，我觉得就军事上的战术层级来讲的话，并不是很难，因为它时速这个见证者136，它时速只有100多公里。你不要说是用导弹了，你其实用这个快炮或者是防空武器都可以将之击落那甚至于50机枪，4管50机枪，你都可以将它打下来。
所以我认为第一个是美军这个没有派出相关的警戒的措施哈。那第二个，我认为美军从一件事情也看出来，他们过于疲累哈。这个他可能没想到伊朗反击的力道这么大。然后譬如说我们这次看到美军的 KC-135这2架空中加油机撞在一起，就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两架飞机的飞行员可能长期在这边对战机实施空中加油，过于疲累，所以造成2架飞机撞在一起。第三个，我认为美军的官兵来讲，有厌战的心态已经出现了。这从什么看得出来？我认为从福特号的这种所谓洗衣房失火，结果这个火居然烧了30天，没办法把它灭掉哈。以这个美军这个福特号这么先进的一艘这个战舰居然灭火要灭了30天，这个是不是官兵训练不足？甚至于我们怀疑是不是有人纵火哈等等因素。所以我觉得任何作战最重要的军事来讲，最重要一个因素还是在人了哈。当这个美军的官兵产生了轻敌的心态或者是厌战的心态，我觉得代表美军就算是你有再好的战略跟指挥，你都不见得在这场战争里面你可以讨到任何一点便宜。好，那我们看到美军的军官现在在整场战争，除了厌战、内部管理出现问题之外，还要持续的面对来自于伊朗非常强烈的攻势。那川普不是一直说呢这一场战争很快就要停下来了，但是现在好像又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这样子的迹象，因为来自于路透社最新报道说，难道接下来美国是真的会派地面部队吗？因为路透最新爆料，美伊战争进入新阶段，川普正在考虑派地面部队进驻到伊朗，而且不是只有报道这样子讲，从很多的迹象现在看起来似乎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包括了五角大厦正在准备追加2000亿美元的战争费，国防部长说的，他说要消灭坏人需要钱。再来就是川普，你在增兵数千人要登陆伊朗的本土，还有2500名的这一些陆战队已经赶到中东，2栖舰队也前往中东。最新民调竟然有超过65%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会对伊朗进行地面战，但是支持度只有7%，非常的低。现在问题来了，如果真的要打所谓的地面战，美国有办法打吗？汉庭怎么看？这个面对伊朗164万平方公里的山地纵横，还有将近500公尺以下的地下的长城，那当然还有100万的兵力动员。如果美国真的要这么干，那到底会不会重蹈在伊拉克、阿富汗等的覆辙？其实是非常耐人寻味。好，那国防部长呢讲说，战争就是要钱嘛，听起来豪气干云，实际上也是对财政充满了绝望，而且也可以看得出来美国当前兵力的局限。首先是财政的黑洞，每天就是10亿到20亿美元的消耗，目前短短3周已经花了120亿美元了，现在还要再加个2000亿，所以就一开始的这种所谓手术刀式的空袭没有任何的效果。而第二，可以看到还要再加派2500名的海军陆战队，而且还要从冲绳调动过去。对，所以已经把从亚太的这些战略的机动量全部都搬过去，那就表示美国在全球已经是兵力的极度紧绷，你才要拆东墙补西墙啊，甚至包含把南韩的萨德系统也通通都搬回去。那但是民意支持吗？竟然只有7% 继续支持。而且美国如果想要去复制过往，不论是在伊拉克啦，然后或者说要跟委内瑞拉，可能感觉上很快啊，反正就是把人给打跑了之后，他就分崩离析啦。但完全不一样啊！如果我们单纯从伊拉克跟伊朗来做比较的话，伊拉克当时呢，他的军队都是忠诚于个人，但是呢，在伊朗的革命卫队，你看，就算哈梅尼不在了，但是呢，他的指挥权，他的所有的这个军队的权力，都是下放给每一个独立的部队，他们都愿意跟美国继续打。而且呢，伊拉克它当时社会整体比较分裂，但是伊朗呢，完全就是什叶教派深入人心。面对外敌入侵，你看到将近1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决定继续打。好，那再来一个国际环境也跟过往往往不同了。在2003年，当时呢，美国还算是国际的领袖，对吧？他一呼百应，他说干啥就干啥。但是到了现在，可以看到呢，川普的信用以及各种的地位都一落千丈，他要大家来帮忙啊，守住荷姆兹海峡。没人理他，对吧？就法国、德国、英国都不理他，就连现在在见面的高市早苗呢，也不愿同意。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看衰啊，你美国觉得你是不是兵力越来越不行了，你实力越来越弱了？尤其荷姆兹海峡现在的实际掌控权就在伊朗手上嘛。
伊朗要谁过就让谁过，伊朗不让谁过就不让谁过。那如果美国没有办法去展现它在全世界的军事上的实力，自然呢，大家就会对美国产生看衰。所以这种看衰不是说我们这个刻意对美国不好啊，是目前的军事专家跟国际专家，包含了前美国的官员，甚至许多的研究员、昆西研究所等等，都认为未来如果长期打下去，对美国自己是非常不利。所以可能如果真的要出兵到地面的话，很可能不是美国实力的展现，而是战略透支的可悲结局。好，谢谢汉庭。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